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奢侈品，也不代表你很有钱哦。路上看到有蛮多的都是 A 货的，不要因为别人拥有什么而影响到你的价值观。嗨，大家好，我是 Nancy。我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购买奢侈品这件事情。我相信呢，其实大部分的人，当然每一个人的程度不一，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希望可以拥有，或者是已经拥有很多就是奢侈品。因为其实陆陆续续还蛮常会有人问我说，什么东西我觉得值不值得买啊，或者是我对于一些奢侈品的看法什么等等的。就我觉得可能别人看我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很爱买奢侈品之类的。那我觉得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就是稍微聊一下这些，然后我会用就是网友的一些 Q&A 的方式来回答。对于买奢侈品这件事情，我觉得20几岁的我跟现在30几岁的我，其实心情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在年纪比较小一点的时候，就是那种18、19岁到20几岁那个阶段，那个时候的我反而比较舍得花钱买奢侈品，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觉得很想要买这些比较贵的东西、比较好的东西，去证明说其实我是有能力的，很想要证明给别人看，或是跟别人比较的心态，就觉得哇，他有那个我也要有。但是我觉得到现在30几岁，我反而心态会不太一样，会去买的奢侈品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我会很常用到，或是我真的很喜欢，或是我甚至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些保值的空间，我才会去买。就是我比较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而去购买这些奢侈品。到了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奢侈品也不代表什么，就是也不代表你很有钱哦。因为有的时候说真的，就是路上看到有蛮多的都是 A 货的。很多人最常问我的就是买奢侈品是投资吗？基本上呢，奢侈品真的不是投资，除非你买的是极度限量的限量款，它才有可能就是在转卖的过程中让你赚钱。投资的定义基本上就是能够赚钱，它才是投资嘛。我觉得买奢侈品不是投资，但是它会有一定程度的保值。就是举例来说，你今天可能花10万块买一个 Chanel 的包包，但是你5年后再把它拿出去卖，它可能还有5万块的价值，或是有时候甚至还有8万块的价值。因为 Chanel 这10年间，它可能原本10万块已经变20万，可是就是基本上你就是一段时间后再把它拿出来卖，它的价值不会归零。可是你如果花10万块买了100个那种夜市的包包，它就是不会有任何保值。你问我说精品值不值得买？我觉得就是当然你有能力负担的范围内，然后去买你喜欢的，我觉得很 OK。就是你只要是你很享受的使用它，我觉得都很 OK。但是就是不要就是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然后硬要去，你知道，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信用卡分期啊，买一大堆精品，我就觉得没必要。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很多人问的，就是如果我今天是刚开始想要买奢侈品的人，会建议买什么品牌跟买什么，就是可能比如说20岁、20几岁，刚从拿到第一份薪资，然后想要买一个东西犒赏自己。那我自己觉得，当然你知道每一个人预算不同嘛，但是我觉得一个精品的皮夹，我会觉得还蛮值得购入的。我的个性本来就是我是比较实用派的人，就是我买任何包包或是手表什么的，我都是真实的用它，就是我不是很爱护东西的人。就是我今天买这个东西，我不会抱着说我还要再转卖的心态，然后不敢用它，下雨天也不用，什么就把它供在那，我不是那种人。我觉得皮夹是最实用的东西，因为你每一天都会用你皮夹，然后你会用很多次，所以如果你今天可以用你比如说第一份薪水啦，或者什么，就是你第一个精品，我会蛮建议可以买皮夹，因为相对来说它的价格比较好入门嘛。就是今天你就算买
Chanel 的皮夹短夹可能2-3万，其实就可以买得到了，就是它的门槛比较低，又是一个你可以每一天用到的东西，觉得你花的钱是真的都有使用到的，你知道，就是每天用就觉得好像比较划算，就觉得换算下来好像一天也没多少钱这样。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小资女，我就会建议。第一个精品可以先从皮夹或者这种小皮件，反正就是看你平常最常用的什么东西先入手。有很多人会问我说，什么品牌是买了它会最保值的？保值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附加价值。我觉得你买精品，你买的是它的质量，然后你买的是你喜欢它的样子，然后你觉得用了让你觉得心情很好很开心，你买的是这一份雀跃，就是这一份开心的心情。但是如果说真的要说比较保值的品牌，精品包来说，最保值的当然就是 Chanel、Hermes 跟 Dior 也还不错，但是最保值的一定是 Chanel 跟 Hermes。LV 也还不错，就是这3个品牌，就是基本上同样的价格，你就是之后再去转卖，它的保值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举例来说，你今天花10万块买一个 Chanel 包包，跟10万块可能买一个 Fendi 或者是 Chloe 的包包好了，就是你5年后 Chanel 再拿回去卖，如果它的状态是 OK， 你可能还可以卖到5-6万，或者甚至7万。可是如果是 Fendi 或是其他牌子，你可能只能卖到3-4万，你知道吗？就是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差，不是说一定这个品牌一定比那个品牌好，那这就是一个供需问题，就是大家对于某一个品牌的喜好比较多，所以会很多人比较愿意用二手的价格去购入。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它的二手的价格就会维持的比较好。当然精品除了包包之外，就是手表嘛、珠宝什么等等的。那我觉得就手表来说，如果你今天买的品牌是专门的制表品牌，它的保值空间就会很高，甚至会有增值的空间。就比如说像 Rolex， 我觉得 Rolex 它就有点像是Chanel 在包包界差不多，因为它的二手的市场的需求很高，所以通常它的二手的价格都维持的还不错。当然，你如果是一些很难买的表款，你是可以卖超过你原本购入的价格。当然，手表它又是一个再更深的门槛。但是就二手市场来说 ，Rolex、Cartier 就是这几个一定都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然后在相对保值的 percentage 来说是比较高的。自己是比较喜欢买手表多过于买包包，因为我是一个习惯每天要戴手表的人，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手表我每一天可以戴，觉得比较划算，因为包包我还是得配衣服啊，所以我会比较舍得把预算花在买手表上面。个人是蛮喜欢 Cartier 的，因为它的很多样子是我喜欢，就我自己后来发现我喜欢那种罗马数字的设计，当然很多品牌都有，但我就是还蛮喜欢 Cartier 的设计，所以我自己有买了几只 Cartier 的表。有人会问我说，我可不可以接受二手精品？对我来说，我非常可以接受，而且我甚至就是我很爱逛二手精品，因为我就会觉得其实奢侈品这种东西就是一用了它就是会折旧了。今天你就算买了没用，你只要离开了专柜，你就会很难用原本的价钱卖出去。然后我就是一个你知道比较精打细算的人，我就觉得那我如果有一个包包，我可以用二手的价格买到，然后它的状态也很好，我何乐而不为？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用东西比较粗鲁的人，所以就算它二手，它可能有稍微一点点使用痕迹，我也觉得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它是我想要的样子。都买了几个二手包，可是像我的手表，有好几只都是买二手的。我自己还蛮喜欢去日本，然后去找他们一些比较 vintage 的表款。我就是一个没有很喜欢跟大家用一样东西的人。那我之前几年前有一次我去日本的时候，就是逛了一家东京很有规模的一个二手店，就看到一只 Cartier 的手表，然后我就一见钟情。然后那一只手表就是我一看我就觉得天哪，好喜欢哦！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甚至是不防水的。可是它的设计就是让我一眼看到就很喜欢。然后我就觉得是种缘分嘛，就是有一种
看到就觉得好喜欢。然后我那时候买的那只手表，我就觉得很开心，而且因为它那只手表的表带是没有办法调整的，所以刚好我那时候试戴的时候，它刚刚好是我的手的尺寸。你知道这很难，因为我的手其实是比一般人还要窄的，所以它的那个手表带刚刚好是我的尺寸，我就觉得有一种你知道灰姑娘找到她的玻璃鞋的那种感觉，就是命中注定。所以因为我之前4、5年前吧买那只手表之后，我就反而喜欢去二手店，然后去找一些比较就是古董表或者是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款式。我自己是非常能够接受二手精品的，当然就是你必须选择有信誉的店家嘛，证明确认它是真的，就是这些东西都一定要有。有人问说，对于男生觉得投资什么奢侈品会比较有加分效果？老实说呢，我觉得以男生来说呢，用有质感的东西，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大部分的男生他们的穿着其实都是比女生来说相对简单非常非常多。我觉得反而在男生的配件上，我就会觉得它需要好一点点的质感，所以就是从比如说像手表啦、皮带啦、皮鞋啦，然后公事包，我觉得这些都还蛮重要的。所以我自己反而觉得男生对于奢侈品的需要程度比女生还要高一点，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女生其实也有很多很平价的东西可以把它搭配的看起来很有质感。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人问说，其实现在在社群上面会看到很多KOL 或者是一些influencer， 其实就是常常看到都是全身名牌，然后我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很多时候这个是创造出来的一个形象。那我觉得不要因为别人拥有什么而影响到你的价值观，就是你不要因为别人有我就觉得我也一定要有，或者是就觉得他有我没有，我好像你知道输人家一截，就不要有这种想法。因为很多时候你在社群上看到的东西，它不一定是真的，就是它有可能是因为跟品牌合作，可能品牌商界让他们去拍照，又或者是可能他真的就是拥有很多。那但是 so what，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嘛。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些资讯爆炸的时代，就是不管是媒体或者是 social media 上面，其实都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奢侈品的分享。那我觉得它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也是时尚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应该是要学着去欣赏他们的美，要成为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你要去衡量说适不适合自己，然后自己能不能够负担得起。很轻松的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些大家比较常问我关于就是奢侈品，然后精品什么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希望呢大家喜欢今天就是很轻松的分享。那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每周2、4跟礼拜天晚上都会有新的影片。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